文健先生，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被宣传部门撤换，引起了一场风波，导致了报社的许多采编人员公开抗议。您能不能谈一谈这场风波的背景和意义啊？我觉得南州事件呢，之所以闹成一场轩然大波，主要的社会背景呢，就是人心思变，就是希望改变现状，要求改变现状。什么现状呢？就是一党专权的这个制度。而习近平上台以后所努力营造的这么一种新气象呢，也把人们的胃口给吊起来了。人们呢对胡锦涛当政10年的假大空啊，已经厌恶透了，可以说是。那么因此呢，期待的话呢，习李这一代领导人有所作为。这也就是这场抗争为什么没有发生在胡锦涛当政的时代，而发生在习近平上台伊始。再说到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呢，我认为是意义那个重大，因为的话呢，它可以说是这个抗争的这个诉求啊，切中这个时弊，可以说抓住了当前中国各种社会矛盾的这个根源，也就是一党专权问题。那么美国的这个马丁·路德·金呢，我想到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演讲，叫我有一个梦想。中国人的梦想呢是什么？就是宪政梦。当然了，从这一点上讲呢，这个共产党呢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但是呢，民众的诉求在这块儿，民众的话呢，希望的话呢，这个共产党呢能够在宪法的框架内活动，把权力呢关进这个笼子里。南州事件发生以后，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声援，形成了和以往其他社会事件不同的一种形态。您能不能分析一下这个事件的特点是什么？我想的特点主要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呢，这次事件呢是由社会各界呢广泛参与，这跟以往不同。以往呢，往往是一些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行业，而这次是跨地区、跨行业，形成一个全社会的这么一个公民行动。那么不仅呢是这个新闻界的同仁啊，纷纷起来声援，用各种方式了。在节目里有很多的例子了，我就不详细举了。那么而且现在呢，已经从南州啊燃烧到北京《新京报》的这个全体员工的这个辞职抗议。而且呢，我觉得这个里面呢，就是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一个草根维权民众和社会精英的一种那个结合。而且呢，两岸3地的学者都站出来发声明，而且包括平时不大出来的这些国学的这个儒学的大佬和这个影视界的明星，也都是用各种方式发表声明啊，或者是表达自己的那个看法。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这个网络抗议和街头这个抗议呢相结合。这回呢走上街头的呢是80后、90后。当然了，这里面呢有很多，刚才我提到有很多这个草根维权民众啊。今天呢，像那个中国这个维权人士这个郭飞雄呢，他披露了这方面的这么一个情况。而这种情况呢，这个80后、90后站在这个抗议的这个前列，这一点是非常令人那个感动的。这个东西呢，就充分凸显的中国民众的公民意识啊已经觉醒。越来越多的人的话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参与这个公民这个行动，而且形成了一个这个广泛的非暴力的一个社会不合作运动，对当局说不。那么最后，请您预测一下这一事件的结果和对政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对这刚刚上台的习李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而且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来说呢是一个措手不及，完全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这个施政的这个部署，而且呢逼他们提前表态。我的看法，他们现在处在一种两难，一方面呢也不想让步，而且不想的话呢，这个真正改变这个党比法大的这么一个现状；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不想呢这个把事情给闹大，因为闹大以后呢，使得这个习李他们苦心经营的这个他们执政的这个新气象啊，就会那个破灭，而这个东西破灭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难以
承受。因此的话呢，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据我的观察呢，他们的做法现在主要就是说呢，采取一种息事宁人的办法，尽可能使事情的话呢化解，而且是各打50大板。当然不排除他们在事后虚图这个秋后算账，而这种做法呢是共产党呢这个一贯的这种做法。我想这件事情呢，在中国的历史上呢将会有深远的影响。这场较量呢，不论结果如何，都将改变呢中国这个政治局势的这个走向。那个影响的话呢，今后的话呢，整个的话呢，这个政治生态。谢谢赵文杰。